提到泰國曼谷這座全球最熱鬧的旅遊城市，我們會想到是這樣、還有這樣的畫面。這是一座文化包容的城市，但也是一座貧富差距極大的城市。鐵皮房、臭水溝，這些畫面同樣發生在曼谷。僅一路之隔，一邊是最繁華最現代的商圈，另一邊則是臭名昭著、充斥着毒品與犯罪的贫民窟。Hello， 我是大鼻哥阿良，這是一個關於旅行、人文和背包客的頻道。今天是一期久違的城市冒險系列。去年我去了一趟印尼，拍攝了一期關於雅加達沉沒的真相。今天我來到泰國曼谷空低區，一個居住着10萬低收入人群的社區，同時只需跨過一條馬路便能感受到富人區的奢侈繁華。讓我們一起體驗曼谷最割裂的城市面貌吧。出發之前先打個摩的，曼谷的摩的開得飛快，80邁的時速吹得我頭掉。說回正題，我身旁是曼谷最繁華的商圈，暹羅廣場、尚泰世界、One Bangkok 全擠在一塊。然而拐了個彎，一切都變了，轉換之快令人震驚。空低區臨近曼谷的母親河昭披耶河，有一座城內最繁忙的港口曼谷港，在它身旁就是空低貧民窟，如同一顆釘子緊緊地扎在港口之上，面積約200個足球場，容納近10萬人。而一路之隔就是現代化的商業區。來之前我有點擔心這裡的治安，下車看到71之後，我緊張的心情呢略顯放鬆。畢竟泰國的71只會開在正經做生意的地方，住在這裡的人大概也是正經過日子的吧，所以就沒有想象中那麼危險啦。有71的地方呢就有文明。貧民窟的入口就在這條火車軌道，門口坐着一位摩的大叔。如果不是拍攝需求，我是不敢到這種地方的。Okay, is there any dogs? Dogs? Dog. Who? No dogs. Walk around. Okay. Have a good day. 這裡曾是泰國犯罪率最高的區域，碼頭被黑幫控制，走私猖獗，毒品氾濫。據說經過整治後已收斂不少，但不可掉以輕心。這次的冒險拍攝值得一個點讚、關注、訂閱吧。身前的蝙蝠俠，感覺跟這裡的景象、跟這個街區是非常的搭配啊。他平時應該是來這裡打擊罪犯，在這裡走路呢，要時刻提防腳下，因為有很多的糞便啊，還有垃圾。這條是貨運鐵軌，直通港口，兩邊是高架橋，底下搭建了許多臨時的板房，應該是有些年頭了。可以想象，噪音是住在這裡的一大難題。汽車的轟鳴聲回盪耳旁，薄如紙板的外牆根本無法阻擋。而這間房子掛滿了車牌，跟轟隆隆的環境挺搭配的。OK, thank you. OK， 能聽出來我比較緊張，生怕打擾到他們。穿過天橋，繼續沿着鐵路走，居住條件稍微好點，至少部分外牆是磚砌的，但是依舊是以鐵皮房為主。這裡的居住密度極高，活動空間小，有報道稱，甚至一戶住了10個人，蝸居在20平米的房屋內。因此，鐵路就是他們的客廳，不少老人小孩就坐在外面休憩娛樂。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Are you from Thailand? Are you local? Thailand. Thailand. You're all from Thailand. Oh, you're born here. You're born here. Okay. Then you young. Yeah. Walk. Vlogger. 我沿着鐵路一直走，想往前看一看。ไปข้างหน้า ไปข้างหน้า เดินไปเรื่อยๆ ไป เหรอ เรื่อยๆเดินถ่ายนี่เรื่อย ไอ้นี่เหรอยูทูบเบอร์เหรอ YouTuber. YouTuber. Subscribe. Subscribe. Thank you. Thank you. 我ขี่รถเก่ง 請問你們是出生在這裡嗎？
คุณเกิดที่นี่เหรออ้าวใช่ใช่ใช่ อ๋อ dangerous อันตรายไหมไม่ no dangerous oh safe okay จะมีแบบว่า dogs 砰你们在这里工作吗คุณทำงานที่นี่หรือเปล่าใช่ yes ท่าเรือเรื่องท่าเรือเมื่อวาน port you work at port อ๋อ port Bangkok ยิง อ๋อ security security 请问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ฉันสามารถหารายได้เท่าไหร่ใน1 วันอ๋อ one day เหรอone day yeah one day yeah 500 啊500500หนูถูกไหม在这里租房子大概一个月要多少钱ค่าเช่าบ้านที่นี่1 เดือนจ่ายถ้าดีหน่อยก็ 4,000 5,000 แต่ถ้าไม่ค่อยดีมากก็ประมาณ 2-3 พัน价格在4000到5000泰銖左右状况不太好2到3000แต่ตอนเนี้ย no money happy new year no money no money today no money today no work no money today relax okay relax drink some bee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yeah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you too happy new year 当我想进去房间时他们拒绝了看来对隐私很注重还半開玩笑說給500泰銖就帶我參觀如果你想拍照我可以帶你去我家give you money I see I'm okay 了 see you 住在這的人還有不少是非法移民來自周邊國家比如緬甸老撾柬埔寨會害怕鏡頭和警察所以我剛才特意問了他們是來自哪裡其餘則來自泰國的農村地區特別是泰東北他們稱為伊散伊桑地區是泰國最貧窮的地區二戰後曼谷快速城市化這是屬於泰國的大基建時代城市需要大量廉價勞動力如同新鮮血液大批的農民湧入並滋潤了這座城市曼谷這座吸血巨獸發展至今以一己之力佔據了全國一半的 GDP 所以宏觀來看泰國是一個發展極不均衡的國家資源的天平傾向曼谷而空低就是曼谷的城中村圍牆內外是截然不同的世界這裡正是泰國發展不平等的縮影穿過火車軌道後來到貧民窟的另一邊一牆之隔就是港口能看到整齊疊放的貨櫃一牆之隔就是碼頭區這裡的居民有大部分都是在碼頭工作的往前看隱約能看到高樓大廈的身影而身後卻是一灘臭水黑色的河水呢散發着陣陣的惡臭很難想象這裡的居民是如何忍受這裡的臭氣的我在這裡待了幾秒鐘都覺得受不了河水嚴重污染顏色渾濁水面的波紋不是因為下雨而是滋生的蚊蟲在湧動看得我頭皮發麻住在這裡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氣我還是鼓着勇氣啊走到這些小巷子裡面本來我只敢在大路外面拍拍小巷子裡面感覺特別危險兩邊的話特別的擁擠嘛而且密不透風的這些都是嚴格意義上的握手樓哈一般來說就是1層到2層這樣一個高度基本上都是鐵皮房稍微好點的話就用磚砌成的條件差一點的話就像這樣是用木頭還有鐵皮給它搭成的房子木頭房子特別是在這種居住密度非常高的區域呢一個消防的隱患非常的高就會讓我聯想起以前香港的九龍城寨巷子很窄2個人通過時需要避讓還停了一些摩托車巷子深處還藏了一家評分很高的餐廳但衛生情況堪憂繼續往前走此時陽光雖好但我內心十分恐懼畢竟這裡不是旅遊區而且迷宮般的巷子容易讓人迷失方向會不由自主地加快腳步
儘管大部分居民會對我微笑示意，他們並無惡意，但我只想走出去，像在水裡窒息的感覺，拼了命去呼吸外面的空氣。再來看看他們的日常生活，這是一個市集，水果蔬菜都齊全，有很多街邊小攤，就是看起來不太乾淨，比較考驗腸胃。這些是鬥雞，是他們獨有的娛樂項目。蹲在路邊呢，還能隨機召喚出一群可愛的貓咪。逛了這麼久，能感受到空地贫民窟是一個業態豐富的社區，圍牆之內衣食住行齊全，就算環境差一點，也不是大問題。比如這雜亂的電線，怕是窗外的麻雀看了也不敢多嘴吧。火災風險極大，但底層人有自己的生存智慧，門口掛個滅火器，問題解決。髒亂差對他們而言從來不是問題，沒有工作才是問題。從交通區位看，空地區毗鄰碼頭，腳下是鐵路，抬頭是高速路，遠方是高樓大廈，地理優勢得天獨厚。對低收入者來說，離工作近，無需通勤成本，是最優選址。久而久之，便滋生出一個龐大的低收入社區。看到這裡，你也許會問，難道沒人扶貧嗎？有的。常說教育是擺脫貧困的最優解，比如我眼前就是曼谷職業培訓學校。為了解決貧民窟裡面的就業難的問題，有一部分人呢是游手好閒，沒有工作嘛，他們會成為社會治理的隱患，所以政府呢就下定決心，從多維度來整治這裡的貧民窟亂象。建立一所職業學校呢，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方式，去培養他們的技能，提高他們的素質。除了職業學校，社區裡面還有一所小學，裡面學校啊建設的比較好，我看它的外立面啊跟地面的油漆都是剛剛塗上去的，說明維護的比較好。另外還有許多民間團體，地圖上搜索基金會竟然有10多家，說明貧民窟問題早就得到廣泛關注。我來到最有名的一家叫 Dwang Prateep Foundation， 成立於1978年，致力於改善空地的生活條件，裡面竟然還有一個消防站。確實在這裡的話，消防會是一個大問題，所以消防站直接就駐在這裡了。今天是公眾假期，所以沒有人在這值班，咱就沒辦法進去參觀了，只能通過後期配音的方式呢，給大家講述一下基金會的歷史。基金會的創始人名叫 Prateep， 他出生於空地貧民窟，父親是來自中國的漁民，母親則是泰國人。由於沒有出生證明，無法進入公立學校，所以 Prateep 從小就意識到教育對改變命運的重要性。16歲就在自家房前開辦了每天1株學校，為貧困兒童提供基礎教育。後來他貢獻自己的積蓄創辦這個基金會，還曾經當選泰國參議員，堅持為邊緣人群發聲。我想正是因為有這麼一群人堅守教育行業，才不至於讓這裡的孩子喪失教育這唯一的上升通道。感謝他們的付出。此外，也有人提出對貧民窟升級改造，發展旅遊業。我倒是有想過哈，同樣是火車房子，去年我在越南河內看到一條火車酒吧街，十分的熱鬧和整潔，遊客超多。可以學越南改造成旅遊區嗎？很難，因為要搞清楚一個問題，這裡的土地屬於誰？越南火車街的土地是私有財產，升級改造對居民自然是好事，相當於自己的財產升值了。而空地貧民窟幾乎都是違建，土地大多屬於泰國港務局，政府的態度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畢竟碼頭需要勞動力，不能趕盡殺絕。財產歸屬不清的前提下，資本是不會冒險進來改造社區的。就算政府把產權拱手相讓，受益的只有房東。資本一旦進場，土地兼併，受傷的又是底層人。所以原地升級並不容易。那搬遷呢？2024年4月，泰國總理就下令研究將曼谷港以及貧民窟整體遷出，原居民將在郊區獲得新住房。然而這不一定是好事，因為居住條件不是底層人士的首要考量，工作才是。
搬到城市邊緣意味着遠離工作機會，失去生活來源。萬一政策出台，他們也只能接受，畢竟土地產權不屬於他們，他們幾乎沒有談判籌碼。目前搬遷計劃還在可行性研究階段，他們的未來懸而未決。為什麼政府想他們搬走？原因很簡單，錢。這裡的地很值錢。開篇我就講到，一路之隔就是曼谷最繁華、最現代的商業區，開發的腳步早已觸及貧民窟的邊界。OK， 現在結束貧民區部分的拍攝哈，轉戰下一個目的地富人區。空堤區的富人區呢，離這裡非常近，就一街之隔，大概打個摩托車5分鐘就能到達空堤區最豪華的商場。薩瓦迪卡 M Sphere，Yes, that's me。M Sphere 商場呢是空堤區最新最大的一個商場，我們可以過去看一下那邊的商场跟富人們的生活呢到底是有多奢華。跨過鐵軌和天橋後，城市面貌陡然變化，髒亂差憑空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檔住宅和豪華商場。我的腦海只有一個形容詞，那就是割裂。M Sphere 廣場大概有6-7層，然後它建築外立面呢是這種綠色的植物，看起來非常的自然，非常舒服。我身旁呢還有非常多的高樓大廈，看到 W 萬豪酒店啊、假日酒店啊這些。這裡是23年開張的 M Sphere 商業綜合體。從建築外牆的綠植可以看到，主打一個與周邊自然融入（括號不包括貧民窟）。進門有保安，非常安全，非常體面。抬頭是匯聚世界風格的壁畫，據稱 M Sphere 總投資約150億泰銖，按貧民窟500泰銖一天的工資標準，需要整個社區10萬人不眠不休、不吃不喝，工作300天才能換來。蔬菜水果是進口的、有機的，甜品是低糖零卡的，就連電梯也是金碧輝煌的。這種反差感太強烈了。5分鐘之前還在貧民窟裡面，還在跟老鼠、蒼蠅做鬥爭，現在一下子到了一家非常乾淨又現代化的商場，極盡奢華，也能看到不少出海的中國品牌，包括我身後的小鵬汽車。小鵬的野心可不小啊，在它展廳的對面呢，就是保時捷。兒童可以在這安全的玩耍，大人就到隔壁購物，一站式網羅全球名牌。逛完一圈不禁感嘆，有錢真他媽好。最後再做個總結吧。這次行程讓我感觸最深的有2點。第一點是貧窮富有，兩者的距離並非遙不可及，甚至只有一路之隔。正如韓國電影《寄生蟲》，富豪和平民同住一屋，樓上是陽光明媚的豪宅，樓下卻是陰暗潮濕的地下室。一場暴雨對富人而言是空氣更清新，對窮人而言卻是一場災難。仿佛居住的高度就意味着階級的距離。跳出電影情節，現實中的空地貧民窟不也是一隻龐大的寄生蟲嗎？依附在這華麗的城市外殼之下，在某些陰暗之處野蠻生長。第二點感慨是，我們對貧民窟這3個字有很大的誤解，會誤以為是懶漢聚集地，是三和大神。事實正好相反，他們當中大多是有工作的，甚至他們是為了工作才來到這兒。他們是碼頭工人、清潔工、建築工、小攤販、摩的司機，是現實中的你我他，是一個個支撐城市運轉的人。他們並不特殊，也許他們最需要的是被看見。尋找隱秘的角落，見識不一樣的生活，也是旅行的樂趣吧。本期影片到此結束，我是大鼻哥阿良。如果您喜歡我的視頻的話，就請多點讚、關注、訂閱，您的支持是我前進的動力。咱們下期再見。2025年的最後一個夕陽，送給我頻道的所有朋友們，感謝你們在2025年大力的支持大鼻哥阿良，才讓我有更多的動力去發現、去創作、去探索。希望在來年
你们能跟隨大比哥阿良的鏡頭，探索更多的遠方和未來。咱們下段旅程再見。